湾在我们在大陆眼里，它永远是中国。对，但是你们去台湾还是要办入台证，我们来你们这边还是要办台胞证。都一样，对吧？对，你们拿你们的护照是进不来的。得办签证。对，还是要办签证。但是以后会解决。那祝你们加油！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刚才那短短的几十秒，是台湾网红钟明轩去中国的北京去旅游的时候拍的一段小影片，就是在出租车上边台湾叫计程车，跟计程车司机的一个对话。北京的计程车司机都很喜欢去讲国家大事反正大家开车也很笨，就喜欢谈论这些天马行空的事情跟自己其实没太大关系，而且自己也没有什么权利去影响的那些国家大事。而钟明轩恰好到了中国北京旅行，就遇到了计程车司机跟他谈话，就让我想起来了我到台北的时候也跟很多的计程车司机去聊天说正好是台湾大选嘛，就是你投谁啊？但是在北京的计程车司机他谈的话题不是投票给谁或者这个政府怎么样，这是他们不太敢触碰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就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这些计程车司机也很小心谨慎。谁知道他录个音，最后放上去，他的工作就要丢掉，全家人的生计就全都没了。所以今天的北京跟过去的老北京，至少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北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是作为一个北京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可以非常负责的跟大家讲这才是真正的事实。钟明轩全世界各地跑，我其实挺喜欢他看他节目的那么也吸引了很多的台湾年轻人，那么他非常勇敢的表达自我，我觉得特别好。那这一次他去北京，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全世界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他去北韩去朝鲜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看的观众是不是能够获取真实的信息，正确的信息，而不是被误导，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钟明轩我相信他没有说故意误导谁，我对他还是很有好感的。但是他去中国北京，一个现在正在走向集权时代的一个专制国家，去挖掘那个地方的好，或者说只展示出来那个地方人民的友善或者是这个计程车司机敢去谈政治，让他非常的惊讶然后计程车司机说我们都爱聊政治没有任何问题，北京很包容。然后钟明轩就说那看来我们是不是误会了，以前以为在中国讲话要很小心特别涉及到政治敏感问题。那看来计程车司机这么一带风向一带节奏，按照计程车司机说的北京很包容，就好像没有言论审查，没有言论禁忌但是问题是这个司机也并没有说出什么敏感言论对吧？他甚至还说支持统一这也不算什么政治敏感吧？你说支持台湾独立才算政治敏感好不好？所以计程车司机讲了半天，他其实还是站在中国的政府立场上并没有涉及到政治敏感。但是他这么一带风向一兜圈子，那这个影片就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好像钟明轩拍了个影片，影响了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现在才知道原来中国不是他们想象那样封闭，看来中国还是很美好的，很安全的，很自由的。你看连钟明轩亲自到了北京，他给拍着影片，这难道还不能算作最可靠的证据吗？那这一下子就坏事了，对吧？这就产生了一个负面的效果。什么效果？就是让大家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误解。不是说钟明轩本人故意为之，而是说我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接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平时不看这些时事政论节目的那些年轻人，台湾年轻人，就可能会真的相信钟明轩所展示出的这个画面所表达出的北京的包容，中国的自由。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89台湾的摄图日记做的那期节目讲的也是很完整，非常深入。他也讲到了就是有这么在海外的一群人被叫做 useful idiot，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词汇，讲的就是苏联共产势力渗透到西方世界，然后西方世界的很多人还对这个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抱有好感，还觉得对方没有恶意，甚至还对这种马列主义的渗透跟统战进行他们的这个包容和支持。那么这些人就被苏联人看作是 useful idiot， 这些人并不是苏联自己人，他们仍然相信自由民主，热爱美国 OK， 但是他由于对共产党的认知不足，就导致了他们的很多行为反而是在帮共产党，在破坏美国的自由民主，削弱美国的实力，在冷战当中获取利益。那这些美国人就被叫做 useful idiot， 翻译成中文就是有用的笨蛋。
但是在一个集权国家，你很难找到这样的有用的笨蛋，因为这些人他们被统一思想了，除非是真的叛变的，就是他真的是说我相信敌人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我有什么经济上的利益，为了得到好处而叛变啊！如果你给很多中国的那些反美人士发一个美国的护照、美国的绿卡，他们可能第二天就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了啊！这跟 useful idiot 还不太一样。useful idiot 是说他并不是真心的支持共产党，但是他们却看不清状况，没有意识到现在处在一个舆论战、心理战啊、认知战的一个争斗当中，他就没有这样的敌我意识，没有这样的居安思危的意识，他们才会把中国当做一个正常国家来看待。所以说钟明轩的问题在于，他去任何地方都是他的自由，没有任何问题。他拍片我也很喜欢看，但是他觉得去中国北京和他去什么美国洛杉矶、日本东京或者是法国巴黎是一样的，他觉得这都是一样的，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从他的角度确实没错，可是我们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你去中国一不小心就被利用了。这就为什么我并不鼓励大家去中国，原因就是在这儿。我鼓励大家去全世界任何地方，但是不要去中国，因为你一定要把中国看作像北韩一样。北韩你愿意去吗？你一不小心可能就成了像美国那个植物人一样，你担心自己安全，你不去朝鲜，不去北韩。可是那你为什么要去中国呢？中国难道不是现在正在变成一个大号的北韩吗？但是很多人没有这种意识，就是你做的事情觉得我跟去其他地方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拍的片跟去任何其他的城市拍的片是一样的，我只是想拍到当时的那些人他们说的话，他们做的事啊，这有什么不同呢？这有什么不行吗？当然没什么不行。可是你到了一个极强国家，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往往就可能产生一些政治效果，而去其他国家反而没事儿。现在好了，现在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在骂钟明轩，可能会误导很多台湾的年轻人，让他们认为中国没有那么可怕。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美之间，很多的美国的年轻人跑到中国去拍了很多 TikTok， 对吧？这些影片，然后说中国好棒棒啊。然后美国年轻人呢就觉得，确实啊，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啊，谁是我们的敌人呢？气候变暖是我们的敌人，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种族歧视啊，歧视黑人才是我们的敌人啊，这才是中共最想要的。最想要的效果就是这个：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再把中国政府、共产党的势力当作敌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他要听人民的话，因为有民主自由的制度，那么就会影响到政策的改变，那么可能削弱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围堵的措施，因为人民不希望把中国当作敌人，对吧？而这些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们可能就不能够再推出什么对中国很强硬的法案了。所以这就是中共最想要得到的。所以中共大外宣花了那么多几百亿上千亿的资金，他干什么呢？不就是干这个吗？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干这个事儿。那么既然大家已经有了反共的意识，已经有了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那为什么还要去充当这个 useful idiot 去帮共产党呢？没有必要嘛。所以我就看到说，很多人到了中国，哪怕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或者是对共产党没有好感的人，但是到了中国，往往不知不觉的就变成大外宣了啊！就像当年的那些全球最知名的政商界精英啊、知识分子、学者跑到苏联，看到苏联的人民公社，看到苏联的工业化进步，觉得哇，苏联的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的明天。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写文章说，苏联的 GDP 将会在哪年超过美国啊？苏联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这些都是大文豪、大知识分子、大经济学家，今天看起来都是笑话。如果连这些人都会上当受骗的话，更何况像钟明轩这些普通的台湾年轻人呢？所以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在批评钟明轩的时候，我觉得不必苛责他啊，就是他没有做错什么。我觉得要反思的是台湾整体社会和台湾年轻人对中国的认知是不是不足。如果我们对中国认知足够的话，像我看了钟明轩的节目，看了钟明轩去北京，我觉得很好，这个影片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计程车司机讲的话也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内的。OK， 他享受一下在王府井步行街逛街啊，挺好的，了解一下中国什么样，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觉得是很好的。对他来讲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什么？在于受众，在于是谁看他的影片。如果是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年轻人看了影片，有可能就会对中国产生错误的好感，
实际上我们去仔细分析那段对话，了解北京人或者是了解计程车司机这个特殊群体，了解中国现在的舆论环境、言论自由的状态，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没有最基本人权的地方，个人的言论自由、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任何的尊重。但是我说这些事实可能就被钟明轩这一个节目所带来的影响冲淡了。大家看到钟明轩节目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北京，对吧？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对吧？计程车司机告诉钟明轩，你可以随便讲，没有任何的禁忌，没有任何的政治敏感，我们是很包容的，很自由的，这才是中国呀！你公资审做了那么多期节目，都是在黑中国，人家亲自到了北京，看到的现象，看到的这个场面，那才是真的。就真的可能会有人是这么想的，这么认为的，这就坏事了嘛，这就麻烦了嘛。但是我不相信钟明轩去了这一趟北京啊，可能到目前为止可能没有超过72小时，会比我在北京生活将近20年的人更了解北京。北京首先是一个全中国财富权力最集中的地方，14亿人的一个大国家，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全部的财富、权力几乎都集中在那么零星的几个城市，北京就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它权力集中，我之前讲过，那财富自然也会集中。为什么那些大财团他们的总部不放在上海这样的一个金融中心，反而放在北京？反而在北京有一个总部啊？为什么？挨着证监会，挨着银监会，对吧？因为权力在那里，国有银行都在那里，所以财富、权力、人才都在集中在北京。那么北京怎么样？那跟中国怎么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吧？所以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感受到的是一个真的北京，但是一个假的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你在北京都看到了穷困，看到了低素质，看到了这些不好的状态，那你可想而知中国其他地方会是什么样。这是北京首先就已经是在中国算是极特殊的一个地方了，然后再加上他见到的又是这个极特殊的地方的一个极特殊的群体，就是出租车司机啊。那么本身计程车司机又喜欢侃大山啊，喜欢去聊天，喜欢去讲这些时事政治啊，所以他认为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每天都在讲。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只是一个特定的地方的一个特定的群体的特定的某一个人的讲的话，这能代表中国人，能代表中国吗？成语讲的一叶障目或者盲人摸象。所以盲人摸象很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你还是要摸嘛，但是你要知道自己摸的是哪一块，不要以为你摸到的是整个大象，否则话就很蠢了。所以钟明轩去摸大象没问题，我相信他自己也有足够的聪明智慧，知道他摸的是一个极小的部分，但是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就好像是最直观的中国的面貌，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原来是有这样的自由，有这样的安全性，就给大家产生出这样一个错觉。问题不在钟明轩，问题不在去北京旅游，这些对他的攻击我觉得都是错的啊。问题在于他拍的这个影片当中所反映出的只不过是一个短短几十秒的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而已。如果钟明轩想在北京见识到真正的中国，其实并不容易啊，并不容易。刚才讲到了北京很特殊，但是我建议他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北京的信访办门口看看，他不用专门去，你就坐车经过就可以了，看一看有多少人在那里上访，在那里申冤。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证监会、银监会门口有没有人啊？至少我在2018年前几年离开北京的时候，每次路过都是有很多所谓金融难民在那儿申冤啊，去那儿讨债。那另外他还可以去一些地方，比如说北京5环外的某些城乡结合部，如果实在不行，去趟天通苑啊，有几十万人口聚集一个大规模的社区，看看那里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我看他影片当中，他也经过了一个胡同嘛，其实就是一条街道。我建议他可以去北京的更核心的地方，比如说西城区的某些胡同里边啊，他可以直接走进那些院落，就是一些胡同嘛，你走过去之后有些门脸嘛，你可以直接进去，没关系。那你可能说，哎呀，这人家家你怎么能进人家家呢？放心，这些胡同基本上如果不是大门紧闭，装修很豪华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大杂院，就是普通北京市民
当然也很多北京市民已经迁走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人留在那里啊。你可以直接走进去，因为那是公共的一个院落啊，很多家都共享的一个院落。其实你可以走进去看一看，如果能够碰上人，还能跟他聊几句啊，碰不上没关系，看看真实的北京市民的生活状态。他如果真的想了解中国，想在影片当中展示真实的中国，不用去谈什么政治敏感的话题，也不用去那些政治敏感的地方。他想去新疆的集中营、再教育营，他也去不了，对吧？没关系，你就在北京，我刚才说那几个地方，你去看看，拍出影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不涉及政治，没有安全隐患 ，OK？ 但是这却比只是跟一个计程车司机闲聊几句，要更能够反映出北京人的生活状态啊。当然，这里边也不一定都是北京人就是至少中国人在北京的生活状态。如果你看到这个，你都认识到原来北京跟你想象的，或者是在网络上边看到那些繁华的街景是不一样的话，那你可以想象，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可能还远远的比北京落后的多。但是如果钟明轩只是去什么王府井、三里屯或者天安门、奥运公园啊这些超级俗烂的地方的话，那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北京，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